中共大事件系列第2期講大躍進。上一期講鎮反時說過這個系列的順序：事件是什麼，決定怎麼做出的，執行怎麼變形，代價多少，官方怎麼定性，留下了什麼。這一期照此辦理。先說事件是什麼。大躍進1958年發動，1960年底開始收場。它的目標用當時的話說是超英趕美，它的結果是這個頻道第1期和第8期講過的那場大饑荒。本期不重複饑荒本身，只拆一件事：一個趕超口號是怎麼在10個月裡變成國家計劃，又怎麼在2年裡變成災難的。這一期的主角不是某個人，是一台機器，從口號到指標，從指標到匯報，從匯報到更高指標的循環機器。看懂它怎麼轉，比記住任何一個數字都重要。決定的起點在莫斯科，時間是1957年11月。那個月，60多個共產黨在莫斯科開會，慶祝10月革命40周年。赫魯曉夫在會上宣布，15年內蘇聯的主要工業品產量將趕上並超過美國。毛澤東隨即在發言裡回應，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。在莫斯科的會場上還有一個細節，各國代表發言用講稿，毛澤東2次講話都不用稿，坐在座位上講。赫魯曉夫的15年趕美有蘇聯國家紀委的測算文件墊底，測算對不對另說，但他走過程序。毛澤東的15年趕英，從提出到成為國策，沒有經過任何一個計劃機關的核算。中國當年的鋼產量是535萬噸，英國是2200萬噸，4倍的差距。15年趕上意味着年均增長10%以上，並且持續15年。這道算術當時沒有人當眾做過。這句話不是即興的豪言，它有一個剛剛發生的背景。蘇聯在10月和11月連續發射了2顆人造衛星，社會主義陣營的自信正處在頂點。毛澤東在同一場合講了那句著名的判斷：東風壓倒西風。趕超英國是把這種氣氛折算成了一個可以宣布的數字。15年這個期限，接下來的壓縮過程值得逐月記錄。1957年12月，劉少奇在工會8大的致辭裡向全國公布15年趕超英國。1958年4月，毛澤東在武漢的會議上說，15年可能不需要，也許只要10年。5月，8大2次會議開幕，正式通過鼓足幹勁、力爭上游、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。會議的氣氛把期限進一步往前拱。6月22日，毛澤東在薄一波的一份報告上批示，趕超英國不是15年，也不是7年，只需要2到3年，2年是可能的。從15年到2年，用了7個月。沒有任何一次測算支持這個壓縮，支持它的是另一種東西。每一級都想比上一級更積極，而最高處的那個人願意相信。壓縮期限的政治動力也要說明白。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，3月的成都會議，毛澤東接連批判反冒進。第4期講周恩來時講過，總理的檢討就發生在這2次會上。批判反冒進等於宣布慢是政治錯誤。此後，每一個提出更短期限的人都是安全的，每一個提出核算的人都有嫌疑。期限從15年縮到2年。不是有人算出了新依據，是沒有人再敢提出舊依據。期限壓縮的同時，指標跟着翻倍。鋼的1070怎麼在游泳池邊定下來？第3期講過，不再重複。糧食的指標同樣在膨脹。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估計當年糧食產量可達6000到7000億斤，比上年實際產量高出60%以上。會議據此做出2個決定：全國農村建立人民公社。1959年的生產指標再上一個台階，也就是說，下一年的計劃建立在本年虛報的產量上。機器的第一圈就此轉完，口號變指標，指標變匯報，匯報變更高的指標。農業指標的完成方式需要單獨拆開，因為它是造假技術的教科書。亩產萬斤在農學上不可能，於是基層發明了并合，把10幾畝即將成熟的稻子連根移栽到1畝地裡，密到孩子可以站在稻穗上，記者拍照，報紙刊登。第1期用過那張照片。配套的理論叫深翻密植，土地深翻3尺，種子密播10倍。
莊稼不透風，根系互相絞殺，減產是必然的，但減產發生在秋天，而報喜發生在夏天。時間差保護了每一個環節的造假者。指標機器不只處理鋼和糧，它處理一切能數的東西。1958年2月，除四害運動全面鋪開，四害之一是麻雀。圍剿的方式是全民同時敲鑼、放铳、搖旗，讓麻雀無處落腳，累死在空中。北京一個城市3天的戰報是83249只，麻雀被數着消滅。第二年蟲害大起，1960年四害名單悄悄修訂，麻雀換成了臭蟲。一場對鳥類的殲滅戰，從發動到承認搞錯，用時2年，程序和鋼鐵指標一模一樣，定量、動員、報數、超額，然後由生態來結賬。水利是另一條戰線。1957年冬天起，幾千萬農民被組織上水利工地，靠肩挑手推修水庫。2年間宣布建成的水庫以萬計，速度的代價是質量，多數工程沒有正規勘測設計，一批並險水庫從此埋在華北和中原的河流上游。1975年8月，河南板橋水庫在台風暴雨中潰壩，下游數萬人死亡，那座水庫正是1950年代大幹快上的產物。大躍進的賬有一部分是17年後才結的。執行層的變形，用2個人的行為就能看清。第一個是河南的吳芝圃，1958年，他鬥倒了主張穩妥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，接任後把河南變成了躍進的樣板省。畝產衛星從河南放起，遂平的2105斤登上人民日報頭版。接着是麻城的36900多斤，第一期講過這2張報紙。土高爐的數字也是河南領先。10天之內日產生鐵翻24倍，第3期講過。代價隨後而至，河南成為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，信陽事件就發生在他治下。1962年，他被調離河南，官降一級，沒有更重的處理。第二個是彭德懷。1959年7月，廬山會議，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，說了幾件當時人人看見但沒人說的事。浮誇風吹遍各地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。這封信的下場，第8期講反右傾時講過，彭德懷被定為反黨集團，全國反右傾，如實報告產量，從此成為政治錯誤。廬山會議上還有一個在場的記錄者要提一句：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李銳，他因為同情彭德懷的信被劃入反黨集團，開除黨籍，發配勞改。大饑荒期間，在北大荒幾乎餓死，他活了下來。晚年寫成《廬山會議實錄》，是那場會議最重要的當事人記錄。這個頻道第1期引用過的許多廬山細節，源頭就是他。說真話的人被清除，但有一個人把過程記了下來。歷史能被講述，常常只是因為這種偶然。2個人放在一起，機器的篩選規則就出來了。加碼的人升上去，說實話的人倒下去。運轉2年之後，還留在匯報鏈條上的，只剩下會加碼的人。人口的大進大出是另一筆賬。躍進2年，工業大上，近3000萬農民被招進城市當工人。1961年計劃收縮，這些人成了城市養不起的負擔。中央決定精簡職工，2年多裡，2000萬人被動員返鄉。招進來靠一紙通知，退回去也靠一紙通知，2000萬人的人生被一台機器的一進一退各改寫一次，而這件事在教科書裡只有精簡職工4個字。代價這一節，本期只列一筆本系列還沒有算過的賬，機會成本。1958年的中國，把幾千萬勞動力調上山煉鋼，把全國的科學家調去論證畝產萬斤的可能性。錢學森在報刊上發表文章，從太陽能利用率推算糧食畝產可以達到幾萬斤。這篇文章後來被反覆提起，因為它顯示的不是一個科學家的失誤，而是整個知識系統在壓力下的集體轉向。一個國家最稀缺的東西，受過訓練的判斷力，在那2年裡被系統性的用於證明錯誤的東西是對的。還有一筆賬在城鄉之間。躍進期間，為了保工業、保城市，糧食徵購率從常年的1/4提到1959年的39.7%，產量再跌，徵購再漲。
2條曲線交叉的地方就是農村的死亡線。統購統銷的管道平時輸送糧食，越近2年裡輸送的是饑荒的分配方案。城市定量減到20幾斤，農村在一些省份歸零。誰活下來，取決於戶口在哪一邊。饑荒的死亡數字，第8期給過楊繼繩的估計，3600萬，此處不再展開。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也屬於執行變形的一部分。北戴河決議之後1個多月，全國74萬個農業社合併成26000個公社，平均每個5000戶。組織軍事化、行動戰鬥化、生活集體化是當時的正式口號。一些地方編了營連排班，出工吹號列隊。私人的鍋交給食堂，自留地收歸集體。家庭這個經濟單位在制度上被取消了幾個月。食堂放開肚皮吃飯，怎麼在3個月裡吃空1年的口糧？第1期講過，這裡要補的是它的制度含義。一個農民從此沒有任何不經過集體的活路，所以當集體的糧倉空了，他連逃荒的路條都開不出來。官方的定性走過3步。1959年廬山會議前，毛澤東承認有些指標定高了，提法是成績偉大，問題不少，前途光明。1962年7000人大會，劉少奇講3分天災7分人禍，毛澤東做了建國後唯一一次自我批評。1981年歷史決議的最終表述是，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我們遭到重大損失，定性為錯誤，但歸入探索中的失誤，發動者的責任表述為主要責任在於毛澤東同志。幾個當事人的結局可以放在定性旁邊。彭德懷1978年平反，此時他已去世4年。吴質樸沒能靠加碼善終，文革開始後他被當作走資派揪鬥，1967年死在廣州，1979年平反。加碼者和說真話的人，最後被同一台機器吞掉，平反通知書也幾乎同時補發。這台機器對誰都沒有忠誠。和鎮反的0%相比，大躍進得到了重新評價，區別仍然是上一期那條規律。這場災難的受害者裡有整個官僚系統自己，餓死的是農民，但癌症的彭德懷們，被逼着說謊的省委書記們，都是體制內的人。有人在場，就有結論。最後，他留下了什麼？留下了一個詞：集中力量辦大事。這8個字今天仍然是正式表述，寫在文件裡的名稱叫新型舉國體制。2024年5月，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3期成立，注冊資本3440億元，目標是在被卡脖子的芯片領域實現突破。動員的語言、舉國的架構、必須成功的期限和1958年的結構完全同構。同構不等於同樣的結局。造芯片和煉鋼有一個本質區別，芯片的成品要經過市場和物理的雙重檢驗，良品率造不了價，而1958年的鋼產量可以把燒結塊算進去。今天這台機器的輸出端有硬約束，這是它和大躍進最大的不同。但輸入端的問題原樣保留着，期限是政治定的，不是技術定的。层层匯報的人仍然在同一個篩選規則下工作，這個規則篩選的是什麼樣的人？吳質樸和彭德懷的故事已經演示過了。大基金1期、2期的多名負責人先後被查，罪名是貪腐，而比貪腐更難查的問題是，匯報上去的進度裡有多少是真的？還有一條不該省略的公道話：1958年動員起來的人力確實留下了一些至今在用的東西。紅旗渠式的灌溉工程裡有真管用的，那批倉促上馬的中小鋼鐵廠裡有後來長成正規企業的。第3期說過，參加者的真誠也是真的。修水庫的農民，上山的學生，多數人相信自己在建設一個新國家。這個系列反覆區分的從來是2件事：參與者的真誠和驅動他們的機器的性質。前者值得尊重，後者必須被拆開看清。把2者混為一談，是替這台機器辯護最常用的手法。大躍進教的這一課可以壓縮成一句話：一台只獎勵加碼、懲罰實話的機器，無論裝上什麼目標，最後生產出來的都是數字。1958年，它生產的是糧食和鋼的數字，它今天還在運轉，裝的是新的目標。這個系列存在的理由，
第一期結尾說過一遍，這裡用得上同樣的話，知道它發生過，並且認出他，在他換了名字回來的時候。